村口的水塘传来异响，人们好奇的前来围观，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住水面，有村民拿着小鱼试探，结果瞬间水花四溅，到底啥情况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水里有什么怪物。其实这都是巨骨蛇鱼作祟，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淡水鱼，体长可达3米，力大无穷，捕猎更是让人震撼，瞬间冲出水面就把猎物捕捉。尽管巨骨蛇鱼实力强悍，但仍然无法摆脱人类捕捉的命运。几位村民将水抽干，只为将巨骨蛇鱼揪出，直接用大网对它进行捕捞。被抓到的时候，它还在疯狂挣扎，险些就将村民抽晕。若是继续让它们待在这片水域，其他鱼搞不好就要绝迹了。水下环境神秘莫测，危险更是无处不在。男子将一大块猪肉扔到水里，结果水下的猛兽立刻窜出水面，这竟是一条2米多长的大鳄鱼，实在是太害人了。这要是被它咬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千万不要去玩那些陌生的水域，里面的东西很可能会超乎你我的想象，更可能会对我们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。你想体验一下松鼠的一天吗？跟随镜头去看看吧。勤劳的松鼠一大早就起床觅食了，它找到了一筐野果，吧唧吧唧的吃了起来。谁知野果发酵的酒精竟让小松鼠喝醉了，看它摇摇欲坠的模样，真是醉得不轻呀。缓过神来的小松鼠正愁无处发泄，正好看到了旁边的邻居，只见他冲上去就与邻居搏斗在了一起。醉酒的小松鼠战斗力爆棚，扭扯在一起，打得不亦乐乎。最后还是邻居求饶，小松鼠才放过他。就在小松鼠寻衅滋事的时候，老窝却被一个不速之客占领了。一只猫头鹰看见窝里没人，心安理得地站了进去，准备舒服地睡一觉。恰巧被刚打了胜仗的小松鼠收入眼底，刚被灭下去的火苗重新燃起。小松鼠决定背后偷袭，一脚狠狠地把猫头鹰踹了出去。筋疲力尽的小松鼠决定睡一觉恢复元气。不放心的他又重新检查了四周，确定没有敌人后，回窝安心地睡去。不过这个睡姿也是有点豪迈了，四仰八叉的呼呼大睡。看到这不禁为小家伙担心起来，这么不在意形象，还能找到女朋友吗？在动物园内，人们经常会采取活体投喂的方式喂养动物园内的野兽们，就像下面这只山羊。饲养员将它送到老虎的洞穴内，想要给老虎加餐。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只老虎并没有吃掉山羊，它们竟然非常和谐地相处起来。而山羊看到老虎的样子后，也不再害怕它，甚至还跟着老虎四处散步。看到这样的场面，饲养员都感到非常的震惊。难道老虎真的改了本性？即使看到它霸占自己的窝，也不会生气。不得不说，这只老虎的脾气实在是太好了。其实虽然老虎很凶猛，但是有时候它也会跟其他动物和睦相处。就像下面这只老虎，它和狗狗之间的相处就非常的和谐，每次一见面它们就会嬉戏打闹在一起。老虎在前面跑，狗狗就在后面追，画面非常的和谐。而同为猫科的动物的老虎和猫咪遇到一起时，却是把猫咪欺负得很惨，总喜欢扑倒猫咪，将它压在身上，而猫咪自知打不过也不还手，任由老虎欺负。看猫咪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，看来真是没少被老虎欺负啊。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。汗血宝马乃马中极品，自古以来就有日行千里、夜行800的美誉，而在近代，汗血宝马的价值更是堪比10台法拉利。从外观上看，汗血宝马的毛发浓密而顺滑，身材优雅健硕，简直就是无数人心中的梦中情马。对这种宝马的驯养和繁殖方式，也远超你我的想象。可以看到，视频内的女驯马师面对自己喂养的汗血宝马，表现得非常温柔，轻轻用手抚摸它的头部，马儿也温柔地回应着。如果它们开始反抗，就说明自己心情不好。对待各种事物，它们也非常有主见，包括择偶。因此，为了帮助汗血宝马繁殖，驯马师都会采用业界最先进的手段——人工受精。也就是说，汗血宝马谈恋爱生孩子，并不讲究情投意合，而是直接跳过谈情说爱，由驯马师挑选最优良的品种进行结合，从而保证后代血统的纯正。但有人却坦言这种繁殖方法太过先进，有违人伦道德，无法想象，更难以接受。百兽之王狮子与草原二哥猎狗之间的争斗，怕是积怨已久了。双方一碰面，那必然少不了一场恶战。当狮子遇到猎狗，必然就得给猎狗一点颜色瞧瞧，上去就扼住了猎狗命运的咽喉。可怜的猎狗只能是痛苦哀嚎了，实在太惨。不过也怪猎狗的手段着实卑劣，
就喜欢追着人家的屁股啃，上来居然还抢狮子的猎物，一前一后的，看着还挺和谐。不过可怜的角马可真是遭老罪了。狮子果然是骁勇善战，只身一只狮子居然独自闯入猎狗群，这怕不是想来活动一下筋骨了？逮住一只猎狗就往死里咬，咬死一个算一个。猎狗群围在狮子屁股后面，还妄想偷袭，狮子慌不择路，十几只猎狗愣是没敢上前一步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狮子负伤，想喝口水歇息，没曾想可被猎狗逮住机会了。20只猎狗直接上来围观了雄狮，雄狮心无余力，猎狗们蠢蠢欲动，雄狮即将屁股担子不保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雄狮前来相助，上去逮住猎狗就开始撕咬，成功吓跑猎狗群，真是太惊险了。狮子和猎狗积怨已久，在猎狗出没的区域，只要狮子捕捉到猎物，那就别想安生。这只雄狮刚捕捉到一头野牛，才吃了没2口，成群结队的猎狗就包围上来，想要对狮子捕捉到的野牛进行抢夺，这让刚刚捕猎成功的雄狮怒不可遏。面对狡猾的猎狗，雄狮从来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看，只要发现就会将他们就地铲除。这只落单的猎狗惨遭狮子抓捕，最后被狮子按在草地上锁喉，纵使他挣扎哀嚎不断，仍然难以改变命运。狮子这般气愤不是没有道理的，自己出门在外，难免有受伤的时候，这些嚣张的猎狗竟还试图对自己下手。成群结队的猎狗将落单的狮子包围，眼瞅着雄狮就要沦为猎狗的猎物了，还好狮子的同伴及时来援，这才帮助他死里逃生。原来狮子和猎狗之间的关系如此焦灼。这不，雄狮在发现猎狗的老家后，直接带着兄弟抄家猎狗，看到猎狗幼崽，直接将其残忍杀害。而猎狗的父母早已不知逃往何处，为了保命连孩子都不要了，真是太狠心了。仔细看，这只在外觅食的野狼从雪地里发现了猞猁的身影，咫尺之遥的距离，野狼以为机会来了，不料猞猁突然发怒，强大的气场扑面而来，直接把野狼吓得连滚带爬的逃离。千万不要觉得猞猁个头小就低估他们的实力，作为猫科动物，猞猁的身体素质堪称完美，一跃跨过几米宽的河流，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。捕猎各种动物更是手到擒来，一口气爬上5米多高的大树，在树上活动的松鼠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，当场被猞猁捕获。干净利索的捕猎方式令人惊艳。不仅如此，小小的猞猁还能捕猎比自己体型大数倍的动物，在小鹿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，直接跳扑到它身上，惊得小鹿撒丫子就逃，但这仍然无法摆脱猞猁追捕。以小胜大，对于猞猁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了。几百公斤重的狍子被他从雪地锁喉，尽管傻狍子不停地摇晃身体躲闪，但依旧无法改变最终结局。猞猁巧妙地压住狍子脑袋，往地下按不出几分钟，傻狍子就被他捕获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没想到猞猁这么彪悍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恐怕谁都不会知道狮子的实力究竟有多强悍。几名壮汉和狮子拔河比赛，经过一场恶战过后，却丝毫没有撼动狮子分毫。一旁的人们见到如此激烈的场景，无一不拍手叫好。明显这几名壮汉的体格是实力派，但遇上狮子后，简直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啊！在弱肉强食的非洲草原上，狮子是绝对的王者，绝大多数动物遇到它只有逃跑的份。视频中这只羚羊就遭到了狮子的伏击，被前后夹击的它无路可退，只能拼死一搏。只见羚羊纵身一跃，便跳下山坡，本以为可以逃过一劫，岂料狮子早已识破他的计策，竟紧随其后，跟着跳了下来。这下羚羊可真是要芭比酷了，但这家伙也不是无所不能的，有时他也会经历翻车现场。视频中这只狮子正在午睡，下一秒与周公下棋的他瞬间被惊醒，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，就已经被野牛顶飞上天，随后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这超强的撞击力当场把狮子的腿顶废，这一幕属实有些让人震惊啊！很多人都以为山羊性格温顺呆萌可爱，遇到人了就会赶紧跑过来打招呼，但谁知一些羊儿的脾气可不好，这2头山羊隔着铁丝网就互看不顺眼，竟然隔空怒对起来，看着双方后撤加足马力，这让人们不由得疑惑，难道他们不会撞晕吗？而下面的山羊早就有些厉害了，竟然挑衅起了沙包，也不知道这哥们是不是不晓得沙袋的厉害。等到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没想到沙包竟然迅速的反弹，羊儿就这样重重的被袭击了一番。此时的他也恼羞成怒，竟然和沙袋硬刚了起来，足以看出在自然界中羊儿有多张狂。即便一些动物并没有招惹他们，但是他还是会用自己的犄角猛烈的撞击。这头猪哥就因为赤手空拳，只能够快速的逃走。但在不服输的动物也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。司机正驾驶挖掘机行走时，没想到愤怒的公羊竟然一头撞向了挖掘机，估计他也明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道理，哐哐地撞了起来，听着声音就知道很疼。人们纷纷感叹这是一头社会羊，难道他们的脑袋都是铁做的吗？
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可动物们却不懂得这些，面对迎面而来的摩托车，羊却无法及时避让，当场被车砸翻在地。这可苦了车上的帅小伙，怎么都没想到马路中央会出现一群羊呀！一些动物更是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因为驶来的汽车直接将小鹿闯到车里，不仅仅是司机懵了，小鹿也跟着懵了，反应过来，从车里慌乱的蹦跳，为了逃出去也是偏了。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多了，一些司机会主动放慢车速。这不，在狮群出没的地方，一群狮子出现在马路上，面对草原霸主狮子，人们完全不敢吱声，赶紧停车给狮子让路，生怕不小心把他们惹怒了。这要是被狮群当成攻击目标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千万不要招惹他们。曾经就有人因为过马路而把大象惹怒，结果被大象当成玩具蹂躏，钢铁打造的汽车在大象面前不堪一击。可好在司机是安全的。如今已经有人开始主动给他们让路，面对野猪一家过马路，司机主动停车让行，小猪仔慢悠悠地跟在爸妈身后，来到马路中央，他们还休息起来，结果对向有辆汽车过来，猪群吓得一哄而散。想不到这些小猪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。注意看，美洲狮趴在草丛中缓缓地向前移动，它的目标正是前方这只落单的羊驼。趁着羊驼正美滋滋地在阳光下享受着午饭，美洲狮这时起身，迅速地朝着羊驼冲了上去。这轻快的步伐非常敏捷的就跳到了羊驼的屁股上，但无奈他们的体型相差悬殊，美洲狮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拿下这只羊驼。羊驼惊慌失措的一边跳跃一边甩动，不用2下子就把美洲狮给甩了出去。可怜的美洲狮此时不但计划落空，还被羊驼在那里不停的嘲讽。看羊驼那副得意忘形的模样，美洲狮嘴里吃着一嘴毛，表示自己也是很无奈，但今天这个耻辱也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。第二天，美洲狮依旧躲在这片草原上蹲守着这只羊驼，他借着小土坡的遮挡，慢慢地向羊驼靠近。这次他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他这次要近距离地接近羊驼，对他一招毙命。虽然狮子这次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但当他冲上去想拿下这只羊驼的时候，他又再次上演了昨天的遭遇。以这只美洲狮的体型，根本就按压不住羊驼的身子，只要羊驼轻轻甩动着脖子，美洲狮便招架不住，被摔到了地下。羊驼3番2次的挣脱，美洲狮最终还是没能把它给拿下，让它给逃脱了。看来今天美洲狮又是要饿肚子的一天了。